在前一支影片我们介绍了命令列下面的资料下载工具，像是 rcron 或者是 cur 已经可以帮你在很多场合下载资料集，但有的时候很可能你会碰到一种状况，不管怎么样你就是需要打开一个网页去下载东西，你的训练机器又在远端，然后只有文字界面，只能 SSH 连过去，那怎么办呢？最常见的会在别台机器下载完之后再传到另外一台机器，比方说用我们上次介绍的 rsync 来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在文字终端机里头打开网页去浏览的。那在这种很少见的情况之下，它还蛮方便的。那文字终端机下面有哪一些可以浏览网页的程式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些程式。早期我最常用的一个文字界面的浏览器是 Lynx Lynx， 我们这边今天大概都会用 Nixshell 来安装绝大多数的程式。我们看一下 Lynx 跑出来的样子，比方这边连到就是 Google 网页，我一样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搜寻，随便做一个搜寻，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确有搜寻结果，不过看起来的画面还蛮糟糕的。但相信我，它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真的拿来浏览网页的，不过现在我已经几乎没有在使用它了。另一个大家可能觉得很有名的是 Lynx Links， 我现在安装的版本是 Lynx 2， 我们一样看看 Wikipedia 好了。好，我们进来浏览一下，选择英文的版面进去，勉强还是看起来是能够使用的。我们浏览其中一个页面看看，当然它的排版还是稍微跟我们平常习惯不太一样，但是我慢慢移下来之后，基本上它的内容看起来还是可以阅读的。我们试试看中文的页面，可以看到它的中文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显示出来的。另外一个我们要用的东西叫做 W3M， 所以我们一样用 Nixshell 来安装一下 W3M。我们连到 Google 看看，看起来中文是没什么问题。所以 W3M 其实从界面上来看，实用度是会更高一点点。我们来搜寻一下卡车 truck， 它的输入你要这边先点一下，在下面这边可以输入它，然后我们来移到这边输入一下。那我们甚至可以去找图片，不过你看到这边图片它是秀不出来的。其实 W3M 是支援显示图片的。我先开一个 console， 然后来展示这种情况。我先打开一个 console， 把字放大一点点。我们一样连到 Google 来看一下。可以看到一进来之后，我们就发现这边出现 Google 了。这是什么魔法吗？难道是之前说的那一些像是 Xixel Xixel 或者是 item Kitty 的界面？其实它应该比较像是一个 hack 啦，它在 Kitty 上面应该也有，但是如果在 X11的一些终端机，像这 console 或者是 Xturn， 它可以支援这些图片。我这边一样输入刚才说的 truck， 然后呢 Google 搜寻，我可以用滑鼠点，然后我可以点图片，可以看到刚才这边图片通通都秀出来，看起来很厉害，用那个键盘操作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你看它甚至它的图片超出了它的视窗外。一方面是因为我现在在 WSL 上面，它的视窗显示还是没有那么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真的这边用的是一个 hack， 它的原理是直接找到这个视窗，然后直接把它塞到，不管是 Xturn 也好或者其他，它直接塞到那个里头去。总之你可以看到实用上来说它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也代表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用 SSH 连过去的话，这件事情就不成立了。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使用情境，如果它需要一些图片，比方说好了，就是那个防止机器人的图案验证，这件事情就有点麻烦了，因为它其实不是只有支援这个方式，它还有支援，可能有支援 Kitty 还是有什么的方式，所以可能有些方法去绕过去。但是就我现在，至少我现在在这边使用，如果你要显示图片，大概就会是碰到我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再用用看好了，因为它这个还算蛮有趣的。我们连到 Wikipedia， 你可以看到 Wikipedia 它上一开始图片也出来。那我们连到中文好了，你看它中间它的图片都可以显示。其实我想不到它的使用情境，但看起来还是挺酷的，就是了。好的，这边是一般你常见的，或者还算蛮多人在用的文字界面终端机下面的 Web Browser， 但事实上还存在着更多不同的浏览器。接下来我们要试的是一个相对还算有名的东西，叫做 Browse。Browse 的背后跑了一个无头的 Firefox， 然后在这边用文字界面把它显示出来。所以这是 Browse 它连到自己的网页的样子。这不是最好的一个 demo， 我们用它连到 Google 试试看。可以看到我们用它来浏览一下 Wikipedia， 你看到这个看起来乍看之下就已经跟我们一般的网页看起来很接近了，因为它背后就是 Firefox。比方说我们连进去英文的 Wikipedia 看一下，可以看到它的排版
其实相当的是不错的。然后我们随机的进去一个页面，看看它的内容，可读性方面也还不错。虽然这边来说图片并不是很容易看出来，我们试着缩小字体大小，看起来似乎帮助也不大。我们来看看 YouTube 能不能使用。这是短影音，然后或者是一些 trending， 然后比方说现在的 live 哪一些，或者大概还是可以简单的浏览一下，还算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选择。不过它这边的图案当然就是以文字的方式尽量的呈现。Browse 并不是唯一一个有类似功能的网页浏览器，我们来试试看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Chawan， 然后呢我们一样 CHA 试试看，连到 Google 看看好了。可以看到这边它有点像 W3M 的感觉，我们试试看图片吧，但它排版似乎还好一点点，只是图片似乎也没有真的把它显示出来。我们试试看 Wikipedia 看看怎么样。虽然它图片没有显示出来，但是排版似乎还可以。我们中文看起来也特别清楚，字体没有少。我记得这个的优点就是它在读一些条文的时候呢，比较更接近在终端机读的感觉。所以如果你要，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用的东西，虽然它的开发可能也许还没那么成熟，但是有点像是 W3M 的一个更适合的进化的版本。还有一个比较意想不到的东西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 Yopori Notebook， 它是文字界面下面 Jupyter Notebook 的一个替代品。Yopori Notebook 我们可以试试看，它在后面直接打个网址，比方说好了，我们用 Wikipedia， 你会发现它因为 Yopori 它支援了一些图片显示的方式，所以它可以把刚才那个显示出来，就是那个图形显示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点进去 YouTube 的时候，会发现它里头全部都是一些黑色的样子，所以它的目前的实用性还没有很高，但是也许未来它的开发会越来越厉害。最后一个我们要试的是需要 Docker 跑起来的东西。这边用的是 Podman， 我们先用它来，这个东西叫做 Carboni， 我用它来开一个 YouTube 的网页。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跟 Branch 有点像，比方说我这边看一下 Shorts 好了，不过跟 Branch 比起来，它的动画是真的可以跑得出来。那我们再把它变得更细一点点，我可以往下滑，所以真的是可以用来看短影。不过一样，就这些东西都还蛮实验性的，所以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它这边下面不断喷出一些错误讯息。我们再重试一次。我们先点比方说是音乐好了，我们看全萤幕会怎么样。全萤幕好像不太灵。我说它的确是可以播放影片的，只是当然没有声音就是了。我们试试看 Wikipedia， 我们用中文好了，比方说这边有火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图片的一些显示。不过我要点进去这个连结看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就是了。Enter 好像行，就点进来 F15 战机，不是很容易点了，可能是因为一些时间差的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到文字可能没那么好读，但是网页大致上维持着原本的样子。如果把字稍微缩小一点可能会好一点点。OK， 排版会更好一点点。勉强上它可以当你暂时使用的一个工具，而且因为它是用 Docker 嘛，如果你是临时要用的时候也蛮方便的。只是说因为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要下载档案，你的 Docker 可能就要 mount 一下一些 local 的 drive。最后我们再试试看 Google 搜寻 Google 图片的搜寻，它的显示其实比刚才 Branch 还要更好一点点。那至少我可以知道我要按哪些按钮。这是 Google 的搜寻结果，看起来是堪用的。然后以图片来看，所以以整体的使用情境来说，目前看起来这个 Carboni 是如果你要在终端机里头临时要使用一个浏览器，我觉得它在目前这几个评比起来看起来是不错的。W3M 也是，以及刚才的那个 Char 也是看起来是可以用的。